汕头是中国宵夜爱好者的朝圣之地，其中又以汕头砂锅粥最为出名，全因潮汕人独创的粥底。粥在与各种各样的食材相遇后产生奇妙的变化，但是40年前的潮汕地区并没有用砂锅来熬粥的先例。马上做，我做完没给我讲。啊。鱼翅鳗鱼粥，每天晚上最后一碗粥都是煮给我妈妈做夜宵吃的。把最好的一份材料留下来，煮每晚的最后一锅粥给妈妈吃，这份小小的孝举，在汕头濠江的这家小店里延续了10个年头。和其他宵夜档一样，从傍晚5点到凌晨4点，11个小时的忙碌，对于经营砂锅粥店的吴朝奇来说还不算结束。每一个新锅买回来的我都要检查一遍，要有回音。你像这个有裂痕，不要。这家20平米不到的小店由吴朝奇父亲创办，靠着一个小小的砂锅，营业了22年。今年30岁的吴朝奇，至少已经10年。我从16岁出去外地打工，20岁回来接手父亲的手艺。吴朝奇刚满20岁那年，远在马来西亚的他接到父亲病逝的消息，当即辞去了他乡的工作，奔赴回国接手副业。一些卫生啊、质量啊，回来改动了一下，鱼的质量肯定要固定。我父亲那个时候是跟供应商拿的，我是不行，我要自己去挑货。买鱼是要靠运气的。从濠江到汕头海鲜市场整整20公里，为了寻求一手好食材，这条夜路吴朝奇走了10年，风雨无阻。大清早的海鲜市场人头攒动，要在众多早起的觅食者手上抢到理想食材，除了要讲经验，还得看运气。几条好？是啊，蛮金金，夫妻安安在，个就是要切，那就好。那啥大是？哦。用各种鱼来煮砂锅粥，是吴朝奇接手副业后的新亮点。但要挑选和处理各种不同的鱼，并不是一件简单轻松之事。表面就有一层沙，它一定要经过热水处理，才能把这一层沙洗得掉。来来回回穿梭在市场里，所需食材到手后，天已经亮了。买来的鱼呢，要先开肚，把肚子里面的内脏全部清理出来，然后我们再擦掉里面内脏的那些血水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放冰箱了。下午再来处理。鱼不及时处理的话，腥味难以去除。把所有的鱼做了简单的清理，14个半小时的忙碌总算告一段落。到了下午4点，对于阿奇来说，又是新一天的开始。与别的砂锅粥不同的是，阿奇开店后的第一件事，不是泡米，也不是切鱼，而是煮卤水五花肉。潮汕砂锅粥都是以海鲜为主，海鲜它里面缺乏一定的脂肪，这个卤水五花肉呢，它就是补充里面的脂肪，然后让口味变得更加香滑。潮汕砂锅粥呢是不用清水去煮粥的，我们这边呢就是用猪骨头、黄豆还有大米去熬骨汤，用这个汤底来煮一份砂锅粥。这锅汤呢大概熬1个半小时。鱼干粉是阿奇父亲留下来的秘诀，把方鱼干用花生油炸透炸干后，再磨成粉，用以添加在粥里提鲜。所有的必备材料准备就绪了，妻子开始泡米，阿奇负责切鱼和肉，忙碌当中默契无限。你要先用水浸泡10分钟，然后水开的时候再倒进去，第2次水开了再去过那个冷水，让它冷却一下，就变成那个半生熟米。40年前，潮汕人并没有用砂锅煲粥的习惯。
改革开放初期，到外经商的潮汕人看到广州本土居民利用窄口宽身的砂锅来煲汤，善于变通的潮汕人把砂锅用作煲潮汕粥。从此之后，潮汕砂锅粥香飘全国。吴朝奇选择的小砂锅，能均衡而持久地把热能传递到内部，相对平衡的环境温度有利于水分子与食物的相互渗透，渗透的时间越长，鲜香成分溢出的越多，煨出来的粥就越香醇。我们潮汕话有一句叫“煮糜无卡36个架”。想煮好一锅粥，烹煮的步骤也不能随意，一是旺火煮沸，这个时候要用手勺不断搅拌，将米粒儿间的热气释放出来，粥才不会糊，米粒儿也不会粘锅。二是转小火慢熬，减少翻搅，才不会将米粒儿搅散，从而让粥变得太过浓稠。粥煮到7、8成熟后，潮汕砂锅粥几乎什么材料都能放，只要提想法，老板几乎都能满足个人需求，而且做出来的粥鲜香无比。煲砂锅粥虽然省时，但却不省力。一家3口从下午5点一直忙碌到凌晨时分，炉前炉后的艰辛，只有个中人能体验到。饮食店就是这样的，一忙起来就是全家总动员，辛苦啊，但是只要客人说开心，我就觉得还好。一家店，一锅粥，3个人，与其说是为了父亲的嘱托，还不如说是为了一家人稳定的生活。一锅暖意浓浓的夜粥，扬名潮汕，也成就了吴朝奇的人生。距离汕头800公里外的湛江，被誉为南方的海鲜王国。幸会不可无诗酒，盛宴当须有肥蚝。没品尝过湛江炭烧生蚝的味道，就等于没来过这座城市。但湛江生蚝又何止炭烧这一做法？深夜时分，各路口味刁钻的夜食者陆续结束了夜生活的最后序曲。经营夜食店的王志德把最后一桌食客送走了，却没有就此结束一天的忙碌。做咧，有咩成做包嘅？我人咩去話都兩個鐘頭嚟做佢睇嚟試試，佢拖嘅温度，你要個之後嚟做。可以啊，可以試。對啊，讓佢試試下。你哋係做下個？呢個我啲農人都可以啊，我都揸嘅，看人揸嘅嗰個成手。路條揸成手落揸個農人，一個好嘛嘅。食不厭精，快不厭細，這些看似簡單的烹調方式，是王志德和後廚反覆鑽研了2個多月的結果。愛好總能激發人的無限動力，餐飲者總避免不了要與時間賽跑。王志德，湛江人稱他為豪爺。原本在廣州從事廣告設計的他，12年前不顧家人反對，回鄉做起了湛江生蠔的小生意。每年6月至8月是湛江生蠔的繁殖期，也是王志德最操心的時候。怎樣在生蠔既瘦又小的時候留住食客的胃，這是一道大難題。我作為湛江人呢，我是特別喜歡吃生蠔。每次吃生蠔呢，我就想到燒烤。但是我想，湛江生蠔這麼好吃，能不能多點做法，多點吃法？所以呢，我就邁出了第一步。驅車15公里，王志德來到了最熟悉的
湛江通明海湾。创业之初，为了寻找优质蚝源，他跑遍湛江所有咸淡水港湾，最后在这里和豪民寿哥相遇。但是嘅會紅啦，我是放節期嘅啦，而家你冇喎呀。應該要行下嘅育苗，除咗揾大隻應該育苗啫。哦。進入農曆5月，港灣裡的所有豪民都忙於修排下苗。明知沒蠔可買，王志德還是隔三差五地前來拜訪。我們是為了看看它那個水有沒有被污染，還有那個蠔長多數好不好。生蠔是非常古老的食物，在湛江遂溪曾經發現了7000多年前的蠔殼。蠔屬於綠食動物，以漂浮的藻類和微生物為食。它通過震動鰓上的纖毛，在水中產生氣流，讓水進入鰓中，然後通過纖毛來篩選水中的懸浮顆粒進食。一隻成年蠔1個小時可以過濾10斤海水。生蠔從育苗到分苗，再以串聯調養的方式移到深海處，這個過程需要7到8個月。打汁公紅夠啊，買錢就要。一個對鵝性長比較好，對一個容易吸收陽光更加營養。飽食河口、洋流、台風帶來的微生物，一隻肥美的湛江蠔需要調養2到3年。而一般生蠔1年半到2年左右就可以收成。自從湛江遂溪縣第一個炭烤生蠔問世，宵夜裡炭燒湛江生蠔的熱度就從這個偏遠的小城蔓延開去，並持續了近40年。雖有歷史，但湛江生蠔一貫被烙下了難登大雅之堂的印記。近10年來，王志德正努力改變這一印象。我是選最好的蠔，然後在蠔清洗的過程呢，我就費的比別人的成本都高很多。全都是用機器啊，還有再經過人工手刷，還有流動的手不斷的在刷洗它，表面的泥全部擦得乾乾淨淨。用廣告人的思維和審美創作美食，從裡到外給湛江生蠔帶來新元素和新標準。傳統的基本就是蒜蓉，因為蒜蓉呢，很多人呢吃了就是有一些口氣嘛，我就想到能不能用一些水果來代替這個蒜蓉，所以呢研究出來有幾種呢，大家都蠻受歡迎的。從蒜蓉蠔到水果蠔，從芝士蠔到酸湯蠔，從廣告人到燒烤佬，再到生蠔專門店創始人，王志德整整用了11年時間，把單一的炭燒生蠔做成月下豪宴。那個西瓜哦，哎呀，媽，遲下嘅那個一件啱啱成咗嘅要佢照哦，做到咩前再佢咯哈。因為熱愛，王志德既把開店做蠔當謀生的手段，更是實現內心理想的寄託。在煙火繚繞的日常裡，我們看到了宵夜界裡新一代的堅持與創新。位於新興縣西南部的大江鎮，青山綠水的生態環境被視為珠三角的後花園。平時都去行山㗎，有時行山中意去河黑下底有冇啲咪咪。在這個後花園長大的吳新林，是大江鎮出了名的山人。他的出名不僅因為他一有空就喜歡往山裡跑，而是他敏銳的視覺總能發掘山溪裡的美味。以前呢，這個生活困難啦，出口人
父母同姊妹當時梗係食唔飽啦，揾下山乜你講佢先，捉下魚，捉下蝦，下點揾餐。因为要填饱肚子，所以老往山里跑。从前的习惯跑成了如今的爱好。而每次上山，吴新林总会自然而然地带上一包诱饵，把诱饵半遮半掩地铺盖在山溪里的石缝下。有3幾分鐘得㗎，又下出去食嘢咪捉住佢啦。不到10分鐘，小型的山螃蟹沿着诱饵四伏而出。有時有幾斤，有時候3斤咧，講咧捉餐啦。本來想捉咧坑螺個，20你真係捉唔到，捉咧3粒嘛。吴新林带着些许收获和少许遗憾，结束了一天的忙碌。无论身居高山，还是依傍大海，老广对一日当中的第4餐总是充满了激情和期盼。嗱，今日冇成2樣呢個噃，等你沙拉啫噃。哇，今日你有啲貨誒，好多啲咧。點會晏仔㗎啦嗰度啦？哦，兄弟啊，今日10點鐘過嚟食宵夜啊！山螃蟹，当地人称为虾辣。虽然体型较小，但有着丰富的蛋白质、脂肪和多种维生素，有清热散血功效。一天的忙碌下来，总想有一些地道的美味来犒劳疲惫的身躯。即将进入大山的宵夜时段，当地的乡厨盘青青用自己特有的方法来烹调这一顿宵夜。今日林哥做的蝦辣會啊，好靚㗎，俾林哥食先啦。油炸虾辣、虾辣鸡蛋汤、蓝角炒米粉，虽然都是新兴宵夜的特色，但是在吴新林和盘青青的心中，少了山坑螺的味道和吸螺肉的过程，总感觉不够完美。本來想捉啲山坑螺㗎，佢入邊啲水捉，啲多睇唔到。我睇可能今年颱風比較多，雨水比較多，山坑螺比較難捉啲。大家聽日去繼續，後日中秋節啦，大家揾坑螺，大家飲杯追住哦。明天就是中秋节了，除了必备的月饼外，新兴人的赏月餐桌上更是少不了鲜味的紫苏炒螺。山坑螺系栖息于底泥富含腐殖质的干净水域环境，常以泥土中的微生物和水中浮游植物、幼嫩水生植物、青苔等为食。山坑螺昼伏夜出，体型小巧尖长，颜色与溪流里的石头相近。想要在白天摸到它们，丰富的经验才是关键所在。靠自己的眼力睇啦，都係日頭全部要靠飯食頭搬樹葉搬出去㗎。陽光明媚的正午，山坑螺偶爾會冒出來享受日光浴。對於吳新林來說，4個小時反覆的低頭彎腰，總算有了點收穫。用清水隔天靜養，令其吐清雜質，去除泥味兒，是一個不可缺少的過程。1年1度的中秋佳節，紫蘇炒山坑螺是新興人最佳的賞月美食。山坑螺屬風寒食材，而紫蘇葉能散表寒，兩者的組合屬於食療裏的黃金搭配。辣椒、蒜蓉、薑絲同埋紫蘇。過去，山坑螺是給人們填肚子的湊合之物，時至今日，它已演變成新興人的心頭好。而在烹調上，除了有傳統的紫蘇爆炒外，還創新了不少搭配，如山坑螺焖雞、山坑螺豬骨湯，從螺口處輕輕一吸，
顺势滑入口中的螺肉细嫩异常。山坑螺不属于名贵食材，最多只能算是家乡美味。但每一个新兴人都爱它的鲜、爽、香，这也是吴新林向往坝山的原因之一。